有位大兄弟问我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啊，相亲遇到按摩女怎么办？这问题我听完一愣啊，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。这位大兄弟呢，今年31岁，做 IT 工作的，平常呢主要在家里接活干，一年能赚个20-30万，收入算是可以的吧。有车也有房子，就是长相一般，加上经常熬夜啊，不怎么收拾自己。之前呢追过几个姑娘都失败了，就一直单身。他累的时候就喜欢去附近的一家足疗店里啊去按摩。有一个姑娘24岁啊，两人是老乡，话题很多。为了这个姑娘呢，男士啊也没少办卡，姑娘也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他。他说自己啊挺喜欢这个姑娘，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吧，水有多深，而且这姑娘还做了5年，肩膀那里啊还有纹身，他就很抵触。除了按摩聊天啊，其他也不怎么联系。这上个周啊，热心的邻居大姨啊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说是99年的，性格很好，在外贸公司做内勤工作，一个月能赚3000左右，人呢明事理也懂事啊，是个乖乖女。于是啊，他就盛装打扮了一下，就去赴约了。约的是晚上6点半，他先到了，那个姑娘呢还没到，男士就在那等着呀。这快到7点的时候，这姑娘打电话问他坐在哪，他边接电话边回头，一下子两人对上眼了，都愣了一下啊，就是那个按摩的姑娘。场面一度是很尴尬呀，没办法呀，只能继续约会了呀，人都来了，饭都定了呀。于是呢，这两人是边吃边聊啊，因为本身就比较熟悉啊，气氛也没有那么的冷场。男士呢，先是有点带气啊，问这个姑娘为什么要隐瞒介绍人工作的事。姑娘解释说呀，自己也是怕被人嫌弃啊，才隐瞒的。和男士呢也道了歉。男士也想想算了啊，两人就吃饭聊天。他就发现这姑娘的性格比那些相亲女啊好太多了，知道关心他，给他夹菜。期间呢，这姑娘还问这个男士啊，是不是嫌弃自己做按摩这种工作？男士呢也说实话，他不否认啊，做这行的女生啊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，但毕竟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诱惑，所以自己也不确定啊是否介意。姑娘听完呢，表现出啊也比较懂事啊，很理解。吃完饭回家之后啊，这姑娘没事呢就会发信息问这个男士，吃饭没有啊，累不累啊，压力大不大等等。他心里就特别纠结啊，自己单身这么久啊，是头回呢遇到这么关心他的姑娘，是不是自己带的偏见太多了呢？按摩女也不是不好的。于是他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。你看问我的这些问题啊，整得我呀，你说一个人的品行啊好坏啊，这个职业确实不是决定性因素，但一定会受环境影响，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大老板，那点名让他给你服务，出钱2倍。咱不说某些越线的服务，我觉得90%的概率啊，他会妥协，会积极热情的对待这个老板吧。就算一次守住，其他的同事接了单子，你辛苦赚1份，人家呢却轻松得2份，最后1个月拿到钱还比别人少很多。你能保证几次能够守住原则呢？很多男士都曾经问过我，说喜欢过夜场还有足疗的女人啊，问我这类人适不适合结婚，三观是真的有问题吗？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有问题，只是说这个行业他们可能习惯了赚快钱，习惯了某种轻松赚钱的方式，没有办法再去认真的去做其他的行业。从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，依然能够进去，要么被骗，要么心甘情愿。但法治社会，你觉得被骗的概率有多大？多数都是了解了自己要工作的内容才去做的这个行业。一旦见识过这个世界的纸醉金迷啊，通过某种方式啊尝试到了甜头，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安安分分的去跟人过日子。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没有雄厚到让他可以为你改行，那即便你用真心啊打动了他，他也未必能够会为你放弃这门营生。即便他愿意为了你放下这门营生啊，等热恋期一过，新鲜感一没，如果你不能在经济等方面满足于他的话，指不定啊哪天啊又会重操旧业。不是我对这个行业啊带有色眼镜，其实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呢，也清楚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，只是大多数选择避而不谈。我不否认会有只努力赚钱、思想比较纯洁的人，但概率又有多大？我倒劝大家宁可生活圈当中去找，也不要从这个行业里面去找，因为从事过这个行业肯定是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。你反观一下自己，你有哪些闪光点和不同点，能让他彻底杜绝那些诱惑？你若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尽量不要开始。总之啊，这个感觉就是后患无穷。毕竟人家一开始见你也是有意隐瞒了身份，为什么呀？这点能想出来吧？虽然有句话说呀，男人的2大爱好是拉娘家妇女下水，劝风尘女子从良，但还是希望所有大兄弟们谨慎考虑吧啊，言尽于此了。至于咋选呢，自己决定。顺便问一句，公安局会去图书馆扫黄吗？
真的，我这个脑子现在梦梦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，真的。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。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，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，找对象呢，他总是跟做梦一样。哎呀，要找白马王子呀，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，那刺猬和王八我有。5年前呢，认识一个姑娘，26岁，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，性格很好，而且人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，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那是挑挑拣拣呢，谁也看不上。我那门口啊，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。他挑什么呢？这个男人有钱，但长得不好看啊，长得好看又没钱，哎，找个有钱又好看的，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，在一起不开心。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，反正啊，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，总说差不多就行，其实啊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现在31岁了，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？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，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。他又开始后悔啊，说条件差点也行。我问他差多少，他说也别太差了，这个长得别太难看，条件别太低，赚的比我高点就行。我说离异的有，他一听就急得哭呀，说自己还未婚呢，不想找离异的。然后就是后悔，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，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，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，各种挑挑拣拣。那男人都是看脸吗？你好看了，喜欢你的就多。于是啊，被追捧的过程当中，各种看不上。理由就是啊，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。好了，终于熬到30岁了，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，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。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，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。秉承着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，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。可有些人呢，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，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。结婚呢，找对象，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。如果你本身啊并非独身主义，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，到了30岁你还单身，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。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，我也没那个能耐。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。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，甚至有些3、4线城市啊，26、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啊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，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，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。在婚恋市场上，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？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心态也会不一样。那男人对爱情啊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，择偶要求啊多数啊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呀，女的活的就好，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。可有些女人呢，更像是一场赌啊，又着急找对象，又谁也看不上。年龄越大呢，不是认清自我，而是认清了现实，觉得这个社会啊，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。好了，开始要求啊，男人买车买房，有存款7位数。还有一部分呢，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啊，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啊、财富积累的变化，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、相互扶持的伙伴，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。一起度过余生，这种择偶观呢，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。说句现实一点啊，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，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所以女孩子啊，你要学会聪明一点，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，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，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呀，追悔莫及，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含恨。今天我是开眼了，我来让你们见见什么是高级绿茶。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，哔哩哔哩一通讲。这姑娘呢是28岁做销售的，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，27岁在事业单位上班啊，两人呢一直都是单身。这上个月呢，她朋友啊去相亲，认识了一位男士，31岁，身高在180左右，长得很帅啊，开公司，有车有房，条件不错嘛。认识了有半个月，两个人就很快确认关系，相处的也很融洽。这上周啊，人小两口啊就约这个姑娘一起吃个饭，认识一下嘛。就这样呢，到了约定的地方，这姑娘一看见那闺蜜的相亲对象啊，就直接给惊艳掉了。长得又高又帅呢，衣品还很好，说话彬彬有礼，特别有好感。她就赶紧坐下呀，比自己相亲都紧张。吃饭期间呢，这男士对她也是照顾有加啊，也比较周全。她就发现自己跟闺蜜的男朋友有很多的共同点，比如啊喜欢追剧、动漫，还有健身、游泳等等。她跟我形容说呀，这闺蜜的男朋友人很好，很有教养，穿的衣服呀，这个也很有品味，很高级，也很幽默。总之呢，这次相处啊就很愉快，很难忘。
结束之后呢，她主动加了闺蜜男朋友的微信。回家之后她就睡不着啊，那翻来覆去啊，想着闺蜜男朋友，她就给这个男士发信息啊，人男士没回她嘛。第二天她又主动发信息，说自己啊遇到了一点事情很难过啊，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。这事儿啊闺蜜不能知道，所以要帮她保密。于是呀，就从此开始啊，两人的话题是越聊越多呀，而且经常穿睡衣啊去打视频聊天。反正这些事儿都她告诉我的啊。听她描述这些我都惊呆了。后面的套路就是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定疼。那闺蜜的男朋友啊也是很体贴啊，多次看望病号啊。她在人男朋友面前啊，那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啊，甚是可怜，也特别的委屈。她跟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，我问她，我说这些事儿不应该藏着掖着点吗？她说那有什么，无所谓。说男人就喜欢吃这一套，哎呀，说出来也不值得什么。哎呀，刚过去这个周末呀，他们俩私下里又见了一面，又是去游乐场，又是看电影。她说呢，还没有明确关系，但是啊，已经现在很暧昧了，只是碍于这个闺蜜的情分在，所以啊，没有直接说破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，真的，我都以为她找我是来忏悔来的，觉得对不起闺蜜，结果呢是想让他们分手，她上位。听得我那是火冒三丈啊，去怼她，你这种人真的是贱啊，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吗？她说闺蜜身高1.6米多点啊，还胖，长得一般，那自己身高170，体重110，身材好，长得也好，男人都喜欢呀，他们俩才是良配。说什么他们没结婚呢，我有权利追啊！真的，有些人呢那是没有道德底线的。我看你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吧？头一次把知三当三挖墙脚说的是这么的清新脱俗啊，像没有见过男人一样，真的是啊，自以为是的，没有半点优点啊，人品败坏，道德低下。你只觉得长得帅就应该配美的，但是你忽略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。你只知道用颜值去评判一个人，开口闭口都是踩别人来捧自己。显然不懂什么叫人品，从小爹妈这没教育好，只觉得有好就要去抢，哪怕是别人的，从没有想过在道德层面上合不合情理。用我这边的词啊，叫做下贱。那个男人一样啊，也不是东西。我一直都以为电视剧里那些女主被坏人欺负啊，那最终反抗暴打全世界赢得美男归的狗血剧情剧啊，都是有意夸张的，里面的反派都是刻意降低智商又蠢又坏来反衬女主的纯洁无瑕的。如今看来呀，哎呀，是我见识浅薄，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，现实啊更加离谱。哎呀，本人一向安分守己啊，积德行善，为什么今天让我这么遇到个这个恶心玩意儿呢？